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點個讚啦！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影片中介紹的景點跟餐廳連結都幫大家準備好，放在資訊欄嘍。The next station is Singapore JY11. The doors on the right side will open. Please change your for the Mita subway lin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尚旭，歡迎回到我的頻道。聽到我們這次開場的音樂，應該可以感受到我們要前進一個很有日本在地生活感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巢鴨？如果說元素是年輕人的天堂，那巢鴨就是日本人口中阿嬷的元素。巢鴨位在山手線上，除了交通便捷之外，距離池袋、上野、東京都不會太遠。這條充滿在地生活感的巢鴨地藏通商店街，不像新宿澀谷那麼熱鬧，也沒有這麼多的觀光客，反而是許多東京人平常會來逛街買菜挖便宜的地方。尤其是藥妝，相信很多朋友應該到日本都會來採買各種藥品、保養品。這邊有巢鴨在地有名的萬聖堂藥局，各式各樣的藥品、保養品可以說是一店俱全。不過真正便宜的是 Ostrug 巢鴨店才是王道。這家 Ostrug 的店面比較大，不像東京其他店面都很小間擁擠，走道逛起來也很舒服，商品的品項也很齊全。重點是我們直接拿這兩家藥局比了幾個我自己很常買的品項。雖然 Ostrug 不能退稅，但含稅價都比萬聖堂藥局的免稅價還便宜。這次買到價格最誇張便宜的就是這款膠原蛋白粉了，我在其他地方買一包都是至少4000日幣起跳，就直接跟大家說了，直衝 Ostrug 巢鴨店就對了，不用比價了。該買的藥妝都買齊了，我們就要來開吃巢鴨的在地美食。這間面創安沙田已經連續多年入選塔貝魯谷拉面百名店，也是巢鴨最具代表性的排隊名店之一。店內座位不多，用餐的尖峰時刻幾乎是一位難求。入店前記得先到食券機點餐，而且現在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哦，對觀光客來說方便很多。他們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雲吞做到主角等級，很多人第一次來都會點招牌的特制雲吞拉麵。雲吞使用豬肉搭配生薑調味，香氣特別突出，所以不少日本人都說這邊根本就是來吃雲吞，不是來吃拉麵的。蠻濃郁的雞湯底，但是它不是濃稠的，是很有味道的雞湯底，喝完會覺得很補的雞湯。它的麵是有點像這種手打麵的感覺，麵超 Q 的，這麵的口感很好哎，會有咬勁的那種，微微的吃得到一點硬麵，就是咬得到麵心的感覺。這麵很好吃耶，因為我們原本預期說它的麵會不會是很像陽春麵的感覺，就不是哎。然後特制的版本是都會有一個餛飩，餛飩也是他們家的招牌。我覺得它厲害是厲害在它餛飩的皮，它的皮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所以其實你在咬下去的時候是那種一层的感覺，我覺得蠻妙的，蠻奇妙的。然後我覺得它蠻特別的是，給你一坨的單純的餛飩皮，這個皮我比較有點沒有那麼懂。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有料會比較好吃。這麵真的太好吃了，這湯也好好喝哦！我的天哪！接下來這家元祖嚴大福水野，以前巢鴨有很多嚴大福店，但真正讓嚴大福打響名號的就是這家創業超過70年，可以說是把巢鴨嚴大福推向全日本的老字號名店。他們家的特色就是堅持每天手工現做，使用北海道的紅豆，保留紅豆完整的顆粒感，麻薯皮則是非常柔軟有彈性。這次就點了招牌的嚴大福，以及也很有人氣的豆大福來吃吃看。我們先吃嚴大福好了，然後它的外面感覺就是有一層粉的感覺，那個粉是會掉下來，然後皮感覺很厚實的感覺。你第一個入口的時候，你會先收到一個鹽味的感覺，一個鹹味會先出來，然後中間的那個豆沙、紅豆泥不會太甜，它會隨之把那個鹹味蓋掉，可是你的嘴唇上面還是會保有一點點那種鹹味。然後老實說，我覺得皮的存在感蠻低的，就是入口即化型的皮，但它的紅豆其實是微糖的那一种，我覺得沒有很甜，就是我覺得它這樣子搭配起來，我覺得蠻好的，不會讓你覺得這一口很過甜。下一個是
豆大福，它的外皮可以看到其實是有那種一顆一顆的豆子在外面。豆大福的紅豆餡的甜度就高比較多，找了那個鹽味的綜合，它的甜度就比較爆出來一點。然後你可以咬得到麻吉皮裡面有包有那個豆子的感覺，所以豆子是脆脆的口感，然後配上皮，再配上中間的紅豆泥，也蠻好吃的。但是这個真的比較甜，這個已經有到半糖的感覺。如果你有來潮鴨的話，我覺得各買一個口味吃一下。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甜點誒，就是你吃完正餐吃一個這個，真的非常棒，很滿足。整個潮鴨之所以會形成現在這麼熱鬧的商店街，其實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這座高嚴寺。高嚴寺創建於16世紀，供奉的是延命地藏菩薩。也因為這邊的地藏菩薩特別靈驗，所以大家也習慣稱這邊為潮鴨地藏。許多日本人都會特別來這邊祈求健康長壽、身體平安、消災解厄。因此，潮鴨也慢慢成為日本長輩們非常喜歡造訪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這座水洗觀音，可以看到現場有很多人幫觀音洗澡。據說只要用水清洗觀音身體的某個部位，再摸摸自己相同的位置，就可以祈求病痛痊癒、身體健康。很多人來潮鴨都是先來參拜，再慢慢逛商店街，所以這邊也帶動了整條地藏通的繁榮。另外，在寺廟外面，我們還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小攤販，他專門販售自製七味粉。最特別的是，你可以先挑選自己喜歡的罐子，再依照自己喜歡的辣度跟香氣去調配。不過要特別注意哦，不能添加有大麻籽或是罌粟籽，這是禁止攜帶入境台灣的哦。在高嚴寺旁邊的這間 Boulangerie-Bona 是東京的人氣麵包品牌，在日本擁有不少分店。他們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法式烘焙技術結合日本人喜歡的麵包口感，無論是甜麵包或是鹹麵包都做得非常精緻。店裡的人氣商品包含可頌、咖喱麵包、明太子法國麵包等等，每一款看起來都很好吃。不過在潮鴨分店，這個限定的地藏王造型的芝麻麵包肯定要買來吃吃看。你要不要先剝開來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是什麼？好，它的皮我剛剛在拍特寫的時候拿起來就覺得它是軟 Q 的皮，黑芝麻，對，是黑芝麻餡哦。它的餡給的蠻多的感覺哦。它的皮是有嚼勁的麵包皮，雖然蠻簡單的，可是就是讓我越嚼越香，然後會有一點 Q 勁的。它餡料很多，然後也是微糖的狀態，不會到太甜。芝麻的香氣很夠哎，它不會甜。我覺得它的麵包本體配上它的餡是蠻好吃的。雖然說這個有點貴啊，一個可能快要70塊台幣，對，但是我覺得是可以買來吃一下，體驗一下，我覺得蠻不錯，蠻特別的。接下來這家也是很多網友推薦來潮鴨一定不能錯過的小吃——肉處一丁甜。它其實是一間肉鋪，但很多人專程來不是來買生鮮肉品，而是衝着他們家的現炸炸物而來。走到門口就會聞到炸物的香氣，而且幾乎每個日本人手上都提着一袋。他們家最受歡迎的品項包含炸里脊豬排、可樂餅、炸和牛丸等等。我們這一次點了炸里脊豬排跟炸和牛丸來吃吃看。里脊豬排肉很嫩，真的很多汁，它不是那种炸起來熱熱的感覺。我也蠻喜歡它的炸皮的，它的炸皮是那種會酥酥脆脆的那一種，所以如果它今天是熱热的炸起來的話吃，我覺得一定會更好吃。对，但是基本上冷的吃，我覺得也很好吃。它表現蠻好的。這個是只有我能吃的和牛丸吧，好好吃。它的整體的調味是偏甜一點點，帶一點甜味。可是它的整個中間的肉餡是非常扎實的，外皮跟剛剛的豬排一樣表現得很好。重點是我覺得它的整個肉香很香，很好吃，而且是你一直咀嚼的時候，那個肉香就會一直跑出來。這個很好吃，但是不得不說，這兩款吃起來嘴唇的油度是蠻高的，確實是比較油一點點。對，但是我覺得都很好吃，這個一定要來吃一下。逛着逛着，我們經過潮鴨郵便局，這裡其實藏着一個很可愛的小彩蛋，大家有發現嗎？郵筒上面居然坐着一隻鴨子，這隻其實是潮鴨的吉祥物ズガモン。在潮鴨商店街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哦。剛剛介紹的地方大多集中在潮鴨地藏通商店街，但其實往車站的方向走，還有另外一小排的商店街，
沿路除了有很多餐廳之外，也有不少販售土產在地點心的店家，而其中有一間也是潮鴨非常有名的甜點老店。千城 Monaca 本鋪是潮鴨代表性的和果子老店之一，最有名的就是最中。最中的外皮烤得非常酥香，再加入甜度適中的紅豆餡，是很多日本人從小吃到大的味道。不過很多老饕來這裡，除了買最中之外，還有一個隱藏版美食，就是銅鑼燒。他們家的銅鑼燒有5種口味，而且每一個都是現做現夾，主打濕潤柔軟的餅皮，配上滿滿的內餡，是很多人喜愛的原因。我們就點了店家最推薦的紅豆奶油口味來吃吃看。銅鑼燒、奶油跟紅豆，它呢內用的話，它會幫你做加熱處理，所以我第一次吃到是熱的銅鑼燒，蠻特別的。它中間的紅豆跟奶油是冰的，然後外面是熱的。銅鑼燒的餅皮跟我們既定印象吃到的感覺差不多，中間的紅豆我覺得是算半糖的感覺，可是因為配上那個奶油，我覺得它有中和掉它的那個甜味，吃起來是蠻順的。老實說，我覺得餅皮並不是我覺得超級驚豔的餅皮，奶油的存在不太高，但有點綴的效果。可是多了一点点鹹鹹的感覺，就是鹹甜鹹甜的。然後料我覺得不少，因為畢竟它也不便宜，一個快80塊台幣。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它已經比任何便利商店的那種銅鑼燒的餅皮好吃非常非常多了。但是沒有讓我覺得說哇超級驚豔的感覺啦。可是我覺得它中間的那個冰火的感覺蠻特別的。晚餐我們來到另一間潮鴨名店 Menya Imamura， 這家在拉麵圈的評價非常高，很多網友甚至形容是吃過一次就回不去的等級。他們家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濃郁雞白湯結合煮乾小魚乾熬製的雙湯頭，分別再加入鹽味跟醬油的2種版本。除此之外，也像居酒屋一樣，在店內烤制一整塊的叉燒，讓肉香充滿整個店裡，一入座就超餓流口水的啦。首先是鹽味版本，上面放着炙燒叉燒、舒肥雞叉燒、蔥花、筍乾、海苔，配置相當精緻。雞白湯的濃郁感非常明顯，但尾韻又帶着煮乾的鮮味，不會過度厚重，喝起來非常順口，超級好喝。麵條使用中細直麵，口感偏有彈性，吸附湯汁的能力很好，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濃郁的鮮味。再來一定要講一下叉燒，中間帶着淡淡的粉嫩色澤，入口之後非常軟嫩，而且油脂香氣很夠，尤其炙燒過後又多了一股非常好的焦香味。接着是醬油拉麵，整體配置其實跟鹽味差不多，但湯頭的顏色明顯更深，喝起來醬油的香氣更突出，多了一股成熟且深層的脂味。比起鹽味，鹹度也會比較高。不過醬油版本的麵條巴附感更高，每一口都是濃濃的醬油香氣。至於叉燒，真的不用多說，不管哪一個版本都超好吃的。我覺得如果以這2個口味來說，我自己比較喜歡鹽味，雖然會鹹，可是我覺得它是帶有清爽的鹹，你不會覺得喝到後面一直覺得很膩的感覺。麵啊叉燒的表現，我覺得2個口味都很棒。我覺得大家可以依照你們的心情，然後依照你們喜歡的湯底來選，這家很好吃，真的很推。如果跟我們一樣住在潮鴨，那這家24小時營業的稀有超市，真的再累都要來逛。整棟共有3層樓，1樓、2樓主要販售日用品、家電、服飾等等，逛起來很像台灣的大型量販店。商品超多元，價格也都不貴。雖然款式不是走流行路線，但就是會默默的一直逛下去。而地下室就是日本超市最迷人的地方，水果、蔬菜、生鮮全部都在這邊。像草莓，我們直接買回飯店當宵夜。再來少不了的就是啤酒區，我們自己其實很喜歡在超市買酒，因為種類比超商又更多，價格也比較便宜。通常都會一次把好幾天份都買好，直接冰在飯店的冰箱慢慢喝。另外，日本酒、美酒的選擇也很多，如果想要買回台灣送人，也很適合來這邊挑。還有每次必補貨的醬料區，像這個東丸牡蠣醬油就是我們自己超愛的商品，不會死鹹，加什麼都很搭。再來就是泡麵區，每次回台灣前一定會搬幾碗回去，
想念日本的時候拿來泡一碗吃，真的非常療癒。再來就是不用多說的餅乾區啦，日本的餅乾肯定都是掃貨區。至於有哪一些好吃的，可以看我們以前介紹的零食開箱。像這款無限蝦餅仙貝，認真好吃，看到有特價馬上多拿幾包。還有牛奶也是我自己來日本一定會買的，我非常推薦這款 Oishii Milk 好喝牛奶，它的奶茶版本也是超好喝的，喜歡喝重乳感奶茶的一定要試試。最後要提醒大家，晚上來超市還有一個重頭戲，熟食區會貼上折扣貼紙，便當、炸物、壽司會開始降價，這時候就是幫宵夜補貨的最佳時機啦。今天的最後就來分享一下我們這次在巢鴨的住宿 APA Hotel 巢鴨史前。房間就是 APA 正常的小型雙人房，空間不大，一張小型的双人床，軟硬度 OK， 以我們2個人來說，就是躺下去就會睡滿的那種。床頭邊就是冷氣控制器，還有插座，不過是沒有提供 USB 孔的哦，有點可惜。床尾還有一點點小走道的空間，電視可以投影手機畫面、看影片等等都很方便。床旁邊就是梳妝台，有一大面鏡子。旁邊就是小小的冰箱，房門入口的走道不算寬敞，有掛衣區，也有一整面的全身鏡。不過這邊的走道是無法將29寸行李箱完全攤開的，上掀式的行李箱就沒問題咯。廁所也是小而美，有免治馬桶、浴缸、乾濕分離區，該有的備品也都有提供，水壓也都是正常，乾淨程度也很 OK。不過巢鴨 APA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提供免費的大澡堂。對我們這種一整天走到爆的來說，每天回飯店再累都會上去泡一下熱水。後來我們都是直接在澡堂洗澡，完全沒有用到房間內的浴缸。不過說真的，巢鴨 APA 的地理位置真的好的沒話說，從 JR 站走出來只要2分鐘，而且一路都是平面，不用上上下下。飯店正對面就是巢鴨商店街，真的非常方便，我們非常推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並且開小鈴鐺，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我們下集見，拜拜。